在山西运城以南约50公里，有一处震撼的地缝奇观，一条笔直的深沟，长达数十公里，像被巨斧劈开的峡谷，将平原分为两半，两岸的居民只能隔沟相望，这就是运城大裂缝。离开了洛阳市，我就驾车前往三门峡市，在黄河公园的停车场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，我就前往周仓文化园，从三门峡市区出发，约19公里，需要30分钟。现在我是来到了山西运城平陆县，这个村子啊是叫做西岐村，这里是被誉为传说故里周仓故乡。那么这位周仓是谁呢？相信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的朋友啊，一定对他很熟悉。他就是关羽部下的一名大将。刚好这里是有一条路可以下到运城大裂缝的谷底来看一下。运城大裂缝其实是网友给他取的名称，本地人呢都是把这里称作周仓沟或者叫做华沟。来到这中间了，你看后面还有2座窑洞呢，大门紧闭，而且这门外啊看起来有很多灰尘，看样子啊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好，继续往下面走。我看到这条深沟的两边啊，悬崖峭壁上还有一些窑洞呢。这个位置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建筑，这不清楚是用来干嘛的。刚好就修了一条路可以下到谷底，不过这条坡啊是非常陡的，不建议大家开车下来哦。山西河南这一带的天气啊说变就变，上个星期啊我还穿着棉袄，都感觉到有点冷，现在穿着防晒衣啊，都觉得热。下来这个谷底了，这里是有一道铁门锁着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？有一座建筑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这里呀，也有一个窑洞。这里就是那条深沟的底部了，下面果然是杂草丛生啊，连一条路都没有。刚刚航拍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一边的崖壁上啊，还有一些窑洞，不过全部啊都是被废弃掉了。那这里为什么会被本地人称作周仓沟呢？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典故的。周仓这个人啊，力大无穷，他本来就是黄巾起义的小头领，一直非常崇拜敬仰关羽。一次偶然的机会啊，关羽过5关斩6将，遇到了周仓，从此周仓就跟随关羽一起南征北战。平时周仓就扛着关羽的青龙偃月刀，从不离开关羽，因此2个人啊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关羽被困麦城之后啊，周仓还表示自己可以带领100个人守城，来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好让关羽父子啊趁乱闯出重围。后来关羽父子冲出了包围，可是在邻居啊被吴兵活捉。最后东吴拿着关羽父子的首级前去麦城招降周仓，周仓愤然自刎而亡。因为他是殉节而亡嘛，所以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忠心之人。明神宗啊还追封他为武烈侯，而且他被历代帝王追谥为忠义勇公。和周仓有关的成语典故啊，有刚直不阿、周仓华沟、周仓前马、单刀赴会、生擒庞德等等。其中周仓华沟这个典故啊，就是发生在这里。传说在东汉末年，天下民不聊生，当地的盐霸更是仗着权势啊，垄断了盐路，提高盐价，老百姓吃不上饱饭，更是无钱买盐，个个虚弱不堪，危在旦夕。为了百姓们的生命安危，周仓啊便扛着扁担去河东贩食盐，回程中啊被盐霸发现，盐霸就派出众多手下追查堵截，眼看就要被追堵上，周仓在情急之下，用扁担在地上一划，刹那间电闪雷鸣，在地上划出了一条笔直的深沟，隔开了盐霸众贼，盐霸只能望沟哀叹。周仓把挑回来的盐啊分给了老百姓，为了纪念他，就将这条深沟啊称作周仓沟。当然，这仅仅就是一个传说而已了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因为地壳运动、土质疏松，加上雨水的冲刷而自然形成的一条深沟。
其实，在这一带啊，有无数条类似的深沟，只是刚好这一条呢，它非常的笔直，而且呢，绵延数十里。现在我们就到村子的另一边来看看，那里有一个周仓文化园，相当于是一个新修的景区了。我发现山西与河南这一带啊，也有很多樱花树，这一棵呢就非常漂亮哦，花开的非常多。现在我们先回到停车场，然后往这边走，就是周仓文化园了。这里就是周仓文化园的入口。刚刚航拍了一下，看到整个园区啊，规模特别大。这里还有一个导览图。现在看起来这个景区啊，应该是不收费的。周仓文化园小吃一条街，还有文化广场。这边就是文化广场了。现在好像就只有我一个游客。这里是中永戏台，这个戏台够大。这是原周仓庙的遗址，也就是在这玻璃的下方啊。下面呢已经剩下一些石墩子了，也就是说，原本这一块区域呢，就是有一座老的周仓庙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这里呢就是主体建筑，周仓文化园。这个建筑群呢气势恢宏啊。这里面呢也是有钟楼，还有鼓楼。这上面是有一块牌匾，写着中永，这里面供奉的就是周仓了。黄袍加身啊。这两边呢还有一些壁画。这里是周仓划沟，用扁担划出了一道深沟。这里呢是周仓牵马。这另一边呢还有周仓生擒庞德。这上面呢就是周仓显圣斩逆子，儿子也斩了嘛，够狠的哦。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宋帝加封忠永宫。后面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供奉关羽的啦。后面还有一座建筑啊，是地藏王殿。两边呢还有刀楼，另一边呢是印楼。先来看看刀楼啊，这里就是摆放关羽的武器青龙偃月刀的地方了。在河南与山西啊，很多地方呢都有摆设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啊。前面这一座就是印楼，但应该叫亭子比较合适吧。这就是印楼下方的印了，看起来很大耶，青铜材质的。这里还供奉周仓的母亲啊，周母阁。这下面还有一条小吃街，也下来看看哦。这个周仓文化园啊，是很难打造成一个热门的旅游景区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偏僻，而且周边啊还没有其他景点作为一起游玩的目的地，所以说这条小吃街啊一个人都没有，也就不奇怪了。盖了这么多建筑，全部呢都是大门紧闭，还是挺可惜的哦。这里有一条通道，应该是可以下到谷底，而且就在这旁边呢，还有一些老的窑洞呢。这里还有一间窑洞的内壁呢，是被熏得很黑啊。看来以前这一间呢，应该是厨房。那这里一整排都是，而这个洞口呢，里面呢看起来像是一条过道，因为比较窄。这下面还有一些新的窑洞，看样子这里啊还没有完工呢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边是通往深沟两边的大桥，原来啊就是一个土堆。这个土堆啊现在就将长达数十公里的深沟啊一分为二了。下面一排窑洞的上方啊还有一层。这种建筑啊是我们南方人很难想象的一种居住形式了。现在下来谷底了，这一边的谷底呢是有人开发过的，像这一边的
崖壁上呢还被新种了很多树啊。另一边呢就是杂草丛生。你看下面呢是有很多车辙印记，汽车啊是可以开下来的，因为通过上面的这个泥堆啊，是有一条陡坡可以下来。你看前面呢还有一位大叔啊，骑着3轮车下来呢。现在继续往前面走，看看另一边呢是怎样子的环境。其实这边的地形地貌啊，已经是属于黄土高坡了，所以说这里的泥土呢是非常干的，就算是在这谷底啊，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干燥。这里有一块石碑，但是被损坏了，上面刻着“万古流芳，关羽痛恨曹操”。这应该不是古碑。走到这边呢，也就没有什么了，除了两边的崖壁上呢是长着一些樱花树。再往前走啊，就走到山脚下去了。这个平陆县啊，它虽然是属于山西省的运城市，但是它去到运城市的市区啊，反而没有去河南的三门峡市那么近，因为从这里往南走大约10公里，过了黄河之后呢，就是三门峡市的市区了。但是如果说要去运城市的市区啊，却要翻越后面的这座大山。这个山呢是叫做中条山，它海拔最高的地方啊是有1994米。刚刚我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呢，道路的两边啊是种满了这种树。一开始呢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树啊，刚刚问了一位本地的村民，他告诉我这其实啊就是桃树。你看现在桃花呢即将要开花了。其实桃花、青梅花还有樱花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相似。这一片还种了很多油菜花呢，看起来非常有乡野气息啊。